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北歐老吳的美股直播。今天是2026年8月24號，歡迎大家進入直播間。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從現在開始了。那麼我就盡量從今天開始，維持這個直播的狀態。也就是說，盡量周一、周五能夠保證這個直播。那麼，如果說已經進入直播間的朋友，請幫忙確認一下聲音和圖像。看看有沒有進入直播間的朋友。是不是我這個直播軟件還是用的不夠熟練？有沒有進入直播間的朋友？没有进入直播间的人吗？有沒有進入直播間的朋友？感覺好像是有一點點問題，還是怎麼樣？有沒有進入直播間的？这個 這個位應該是新朋友 ，VEXE， 可能是 Alan 吧，對吧？來 ，Alan， 這個聲音和圖像是不是都沒有問題呢？我們需要確認一下，這樣好開始直播。因為有的時候它聲音和圖像如果說不跟大家同步的話，就是我講了半天大家聽不到。好，沒有問題。好的，秦朋友，感謝你的確認。那個 Alan 也應該說是沒有問題，但是，因為畢竟你用的是手勢，有的時候還是要確認一下，防止大家聽不到，這樣的話浪費大家的時間。好的，我們來趕緊說一下現在這個大盤。好的，感謝 Alan。這個大盤的話，我們簡單說一下，主要就是這個這周啊，市場等待的事件還是比較多的。尤其是這個全球央行會議上，這個美聯儲主席要講話，然後還有本周應該是今天，貝森特要開始表演了。貝森特可能是針對不知道是針對伊朗啊，還是針對國債，有一個這個事件，是今天應該是美東時間下午2點鐘。現在大家尤其是國債交易員在等待貝森特的表演。那麼除了這個的話，本周還有周五的這個英偉達的直播，英偉達的那個財報，英偉達的直播，都是關注重點，所以本周比較刺激，大家要小心這個風險。我們來看一下標普，現在這個標普今天又打了一個小低點，如果說你看30分鐘的話是非常清晰的，30分鐘跌破了這個上周五的這個低點，剛好跌破了一點點，上周是7639，今天是7638。剛好是跌破了一點，然後這個 MACD 你看它並沒有力度，跟前面這個比較的話，
跟前面这个下來的話就是沒有力度的，對吧？所以說是一個你說它是等待狀態也是可以的，你說它在一個企圖往上走也可以，但是現在起碼下跌是不帶力度的。那麼如果說下跌不帶力度，這個位置還是一個潛在的一個這個針對這個中樞還是一個3買，對吧？還是可以再微上去，或者說就是在這裡做中樞也可以。現在我們關注的就是這個回落什麼時候結束，但是現在因為今天又出了一個小低點，那麼就看這個底分型什麼時候出現，因為上周也沒有底分型，現在也沒有底分型，日線上還是沒有，所以就耐心等待就好了。如果說你是交易日線或日線以上的，因為你不出現底分型的話，你都沒有進場交易的依據。所以這個針對指數的話，當然最壞的就是砸回到中樞裡來。那麼我們在周末的時候已經詳細分析過回到中樞裡來的幾種情況，對吧？那我們今天就不過多的耽誤時間了。那麼大家可以提問，秦朋友已經提問了一個 LEU， 那麼 Allen 朋友也可以提問。然後我們先看一下 LEU。我之前你在那個頻道裡留言的時候，我簡單的看了一下它的圖形，這個股票還是不錯的。這個 LEU 的話，是不是也是跟這個叫什麼？就是給這些數據中心供能的這個公司吧？是不是類似這個？之前有一個叫 Bloom Energy， 是不是他們都差不多的這個公司啊？我不知道這個 Bloom Energy 跟你問的這個 LEU， 他們是不是就是差不多的，都是做給這些數據中心供能的這些公司？我們簡單的看一下它的圖形。那麼基本面的話，大家可以查一下。我把這個清理一下，這個之前還是分析過的。現在的最低點在月線上的最低點在 142.13， 那麼月線上也是出現了底分型了，非常好的跡象。那麼月線上下面有個大中樞，月線上這裡有個大中樞，這個回不來的話還是3買，對吧？現在月線上現在是受阻於這個200月，是頂到200月上了，但是出現底分型了，這都是好的跡象。我們把這個最後這一根或這一筆可以看一下它的小周期。周線上，那麼周線上是出現了中樞了，周線上這裡是出過一次反彈，然後又下來了。周線上這個結構已經相對挺飽滿的了，對吧？有進入段，有離開段，有中樞，所以周線上是很飽滿的一個結構。這是周線上的這個中樞，這是我們之前畫的，我們把它修正一下。這是周線的中樞。那麼從這個 142.13 這裡，你看它也踩了一下200周，120周，200周在下面，又踩了一下120周之後出現了周的底分型，然後周線上現在是反彈了，還不夠一筆，周線上反彈還不夠一筆，所以啊，這個有起來的跡象，但是明顯的這個我們還需要看一下小周期，看一下日線上。那麼從 142.13 我們如果說斷開它，如果說這個 142.13 能夠成為一個拐點的話，那麼它的左側已經結束了。左側在大周期上就是一個那個周線上是一個，這是一個進入段，然後2次反彈確認，然後一個離開，對吧？周線上這個結構是很飽滿的。那麼現在 142.13 右側的話，那麼這裡是出現過一次回盪，也是夠一筆。所以說它這裡的問題是，也不說問題吧，它這裡的這個特殊的就是這個進入段不夠一筆。只是4根，這個2次回探都夠一筆，所以說這裡是可以畫一個中樞的，這裡有一個日線中樞了。那麼日線中樞之後，這個回落的也是，對吧？也是很爭奪很厲害，說明多空，它這個回不來，然後這個有點類似一個通道式的這麼一個中樞，現在也是出現了日的底分型了，但是也是你看它這個簡單用均線你就能知道，120天又卡在這裡了。120天，對吧？看一下裸 K， 前面這裡也是120天，然後這個裡跌破120天之後，就直接就全下來了，直接跑到這兒來了，對吧？然後反彈了一次到120天，又到這裡，然後再次到120天，所有的這些都在120天這裡卡着，所以120天對他來說是一個比較明顯的，或者說是一個大的壓力位置，就是半年線嘛。120天就半年內買的人的成本都在這個位置，對吧？那麼200天的話，就是這個1年內買這個股票的成本，
所以現在它需要有力度的起來，但是呢，你需要跟了，這個位置需要跟，所以說這個位置，它的財報已經出完了，財報都是比預期的強的，對吧？所以這個位置需要往裡進點倉位了。如果說還沒有進的話，那麼期待的是這裡做一個中樞起來，因為你不知道它哪次起來，它可以在這裡一直震，一直震，一直震，然後某一天一個消極的刺激起來了。如果說你不在每次回落的位置買的話，你起來想追，那可能對这種票的話，可能上直接一個跳空缺口上去20%、30%就沒了。所以要針對它的這種操作，就是每次回落的時候買回落，買它的回落，跟那個比特幣是一樣的呀。比特幣我們之前也是說買它的每次买它的回落，這個上直接起來了之後，你可以後追，但是你可能會錯過一些這個盈利空間。那麼針對這個 LEU， 其實結構都差不多，結構差不多，那你操作起來，只要它的基本面是向好的，你已经查好了，已经分析好了它的基本面，準備長拿，对吧？我所謂的長拿就是少說是2、3年，長的話5年、10年的这種拿的話，你非常看好這個行業的話，是可以這樣操作的。它前期的，你不要看它從400多跌到了100多，回調是很厲害，但是因為它前面漲得也狠啊，它從這是50漲到了464，基本上10倍，然後一個10倍可能是一個腰斬，對吧？你前面的利潤如果說這個都跟着賺的話，那你的成本早就是0了，所以你是能夠承受得了這麼大的一個回撤的，因為你的周期長啊，對不对？所以針對這個的話，每次買回落就可以了。好的，這是針對這個 LEU， 你之前在頻道裡面還問了其他幾個，我忘了是什麼了，現在我也不方便，就是因為在直播沒有辦法看你之前那幾個，你也可以把你之前問的那幾個也可以打在這裡，這樣的話我們也可以分析一下。因為我看那個艾倫朋友並沒有提問，所以沒有提問的話，我們就緊着大家有提問的人來分析。大家可以提問，大家可以提問你們關心的。這個針對指數的話，又起來了，對吧？打掉了前面那個低點之後，這段的內部，我們在等待大家提問的時候，我可以看一下這個標普，跟一下這個30分鐘，我們看一下它的內部有什麼。30分鐘的內部，這裡有一個一筆下上下上下，結構很簡單，對不對？結構很簡單，5分鐘上走的，你如果說一步一步跟的話，其實日內也好做，就是看你有沒有時間做。這是它的5分鐘的結構。那麼5分鐘呢是這個結構，我們看一下5分鐘現在背沒背馳，有點等比例的意思，但是現在這個第3筆啊，力度是可以的，而且 MACD 張口是張得大的。我們看一下這個5分鐘有沒有背馳，哎，快到等比例了。5分鐘這個標普會快到7663，是這個第3段，但是這個張口張得大，我個人感覺，我如果說做日內的話，這肯定會拿到，比如說拿到120天，120均線呢，不是120天，因為現在看的是5分鐘，会到120均或者200均這個位置，可能再去賣它，因為做日內很短嘛。但是現在明顯這個3的力度是強的，這個反彈的力度。但是呢，即使是到120均或200均，也只是在這裡做一個中樞，並不能說30分鐘上一定能夠彈起來。現在30分鐘上這一筆的話，雖然說有5根了，有5根 K 線是可以當一筆用的，但是因為它5分鐘上這個3是強的，所以我們期待的是這個30分鐘沒結束，可能是比如說離這個30分鐘這個小中樞很近，可以形成一個30分鐘3賣，再下來也可以。這個不知道，但是最強的就是拉到，可能是貝森特給發點力，或者說是其他的一些給發點力，直接上去也可以的，對吧？直接到30分鐘的200均和120均也可以，不知道现在，但是起碼在5分鐘上现在是強的，對吧？現在已經到等比例了，看
已经到等比例了，但是等比例这个还是强，所以有可能到120均或200均才可能受阻。我们看一下，秦朋友问了一个 TEM 对吧 ？TEM Tempus AI 就是跟 AI 相關的這個公司。然後我們也看一下它的結構，我們之前分析過這個大週期上，它就是在一個中樞震盪，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區間震盪，對吧？然後這裡是反彈過一次，這是我們之前畫的，然後這裡也是回拉了一次，又上去了。它這個回拉這一次啊，是夠5根 K 線，夠5周 K 線，但是有包含關係，但是你可以當5根用，所以就這麼個大區間，你如果說做這個交易的話，就是當然你不能夠說它一定要到這個下沿才能彈起來，因為它在做中樞震盪的時候可以任意位置，你想買到這個拐點的位置，就只能去小週期慢慢跟它，對吧？所以現在又是一個中樞震盪又起來了，然後現在這個上週的話是漲得比較強，上週是漲了39%，漲了39%，所以我們現在關注的就是最後這一筆什麼時候結束嘛，對不對？那看一下它的內部，現在是只有4根，就是包含處理之後只有4根，現在是要看是不是能再打一個高點。那麼日線上第3段走得很強，日線上走了一個123，這個3明顯走得強，但是也不夠一筆。我們先比較一下有沒有等比例啊，還是不背馳啊，還是怎樣？現在是不背馳的，現在在 65.61 之上，也就是說它這個位置內部是走得很強的，然後也是你看它所有的都是在 MACD 在上面，在這裡嘗試過一次加油，也就是這個詞的回落，空中加油，然後張口張起來。那麼如果說你盯它的話，那這在8月19號跳空缺口這天是應該追進去的，尤其是這個 MACD 的表達又是一個跳空缺口起來，如果說你盯盤的話，就這天跳空缺口應該追進去。那麼現在的話，等待3的結束，看它是要回來，然後做345，還是說就殺得比較深，殺到前面這個位置了，那就形成中樞之後再往上上。最差的就是周線上已經結束了，然後開始走周線的這個回落也可以，因為我們剛才看了周線上它就在一個大的區間震盪的，對吧？這個區間脫離不了的話是不會出現大行情的。跟我們之前分析過多次的這個 ARM 也是 ，ARM 我們之前盯過很長一段時間，就是一樣的，對吧？它這個9段升級之後，9段升級之前一直在這個區間震。你如果說不去做中樞震盪操作的話，你就來回做電梯。你像 ARM 這個的話，它的區間震盪好像是40%還是多少？70%的一個區間震盪。所以啊，你在這個 TEM 的話也是一樣，對吧？它這個區間也不小。我們看一下。這個中樞有多少？120%，比那個 ARM 區間還大，因為它的這個盤子比較小，震盪更大，所以針對這種片的話，你就一定要做好中樞震盪的一個操作，要不然的話，你來回坐電梯是很難受的。再加上它的這個盤子小，它的這個震盪區間大，那麼你如果說去追漲殺跌的話，就很難受了，對不對？所以針對這個的話，就是跟蹤日線這個先跟蹤日線什麼時候結束了，那可能周線上這一筆結束了，可能再下來，什麼時候不到這個中軌之下，對吧？這不是有一個中樞有個中軌嗎？如果說上去了這次，然後回踩一次，在這個中軌上方，那這個位置你要關注了，可能要多買一些了，因為它這裡是可以直接起來離開這個中樞的。但是如果說每次的震盪都到這個中軌下面來的話，那就弱了，對不對？那就可以少買一點，等待它慢慢有力度的往上爬的時候，你再進都來得及。所以啊，這個就是我們是做跟隨的，就是市場的要先選，市場選完之後我們跟，而不是說你先埋伏。哦，你這個預測它這裡即使到這個位置，你也不能夠說它100%要起來，或者說很有力度的起來。你只能說先進一點倉位，但是我可能進的比平時多一點，畢竟它表達是強的。但如果說又下來了，那沒有關係，因為你還是在這個區間之內，對吧？所以我們是做跟隨交易，是市場選擇，市場什麼樣的力度選，
它是一个很大的力度选還是一個很小的力度選，那你的所配應的倉位就應該，對吧？他選擇力度大的時候，你就多配一點倉位；他選擇力度小的時候，你就小一點倉位。你這樣的話才能跟得住。所以，很多人做不好交易，最終的原因還是在倉位錯配上，就是很小的級別、很小的週期，然後倉位特別大。然後就容易追漲殺跌，然後你割肉了，然後它起來了，你一追它又下來了，對吧？所以就是它周期越小，難度越大，你相應的這個倉位應該越低，這才能夠做好一個比較長期的一個交易。好了，針對這個 TEM， 我們也是講這麼多。還有幾分鐘時間，你好像還問了一個，第三個是哪個來的？你可以也說一下，親朋友。另外一個，因為針對這種個股的話，我們沒有辦法說去跟蹤5分鐘是怎麼樣的，1分鐘是怎樣的，因為它的盤子太小了。這樣的話，我容易，怎麼說呢？因為它的盤子很小，然後週期又比較，如果分析很小週期的話，就容易誤導大家。但是我如果說分析標普5分鐘就沒有關係了，對吧？起碼是大盤的，它這個你去跟一點，你也不會虧，或者說你也不會虧很多，因為畢竟你只要拿得住的話，不割肉的話是能漲回來的。但如果說分析一個很小的票，很小的週期的話，就很容易誤導別人。哎，他覺得哎這個人分析好，然後他說可能會漲，我就不管位置，不管那個倉位就幹進去了，那有可能會虧損。那這樣的話就會形成一個誤導。你問了一個 PFE 是吧？對個輝瑞。那麼輝瑞的話，因為現在就最近比較熱的其實是那個 mRNA， 它出了一個什麼那個疫苗，好像是針對某一個癌症，好像是皮膚癌還是什麼來的，我大概摟過一眼。然後在8月19號這天是漲了176%，好像這個疫苗對它，因為它之前也是疫情的時候漲了一波，然後後來啪又下了。可能當時之所以下來也是覺得疫情過去了嘛，它也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出來。但是這個新的這個疫苗針對這個皮膚癌也好還是什麼癌，可能意義比較重大。現在其實它是比較火的，或者說它是熱點。你問的這個輝瑞的話，我們也可以看一下。輝瑞的話，問題就是他一直想進軍這個減肥市場，然後可能也買了公司還是怎樣，一直沒有太大的起色。但是如果說你是為了吃分紅，長期看好這個大藥廠也沒有問題，對不對？你只要能耐得住寂寞。那麼我們看一下輝瑞這個，它在週線上我們之前分析的，從這個20.92這裡分析。週線上這裡是有結構的，你看它就是每次回落的時候，你必須要每次買回落，才可以拿得住，或者說才有一點利潤。你如果說沒有那個耐心，跟不住的話，你也不敢買呀，對不對？那麼看一下它的這個週線上，應該還沒有突破這個28.75這個位置，差一點。所以週線上現在就看它這裡從20.92這裡個進入段兩次回盪做了一個中樞，這裡能不能起來，對吧？這個張口得張起來，就是快慢線兩根快慢線的張口得張開才有力度。那如果說沒有力度的話，可能也就打到200周吧，200周在30。如果說打到200周上不去，看還要回踩，是給個3買上去呢，還是再砸回到中樞裡來，不知道，對吧？但是現在就看這個週線上這一筆結不結束。看一下日線，那麼日線的話，我把這個最低點給它拽上來，是一個123，這個3是強的，發現沒有？日線上這個3是強的，這幾個圖形差不多耶。不論是輝瑞就日線上，還有你剛才問的 TEM， 還有那個 LEU， 都是3強，都是小週期，就是這個日線上那個週期的3都是強的。起碼3現在是不背馳的，對吧？那麼不背馳，我們當然可以多拿一拿了。期待是，即使有回落的話，如果說給一個4的回落的話，我也敢買啊，因為它還可以有5呢。即使不打高點的話，它也是在這裡可以做中樞，做完中樞在之後再看它是往下旋還是往上旋，對吧？所以起碼現在這個3是強的，但是問題是它的內部從這個
24.44這個起漲點的話，這裡有小中枢，这裡有小中樞，現在可能在做第3個小中樞，对吧？它在小周期上是相對的差一點，因為我們用的是雙觸發嘛。你要看小周期的結構，看一下1小時，1小時這裡下面有一個中樞，1小時這裡有一個中樞，然後這裡也是一個123，又一個中樞，對吧？現在是2個中樞了，然後現在這個又給一個300，就1小時上又給一個小300，比中樞的一個小300，然後又上去，現在在做第3個小中樞，就是1小時上這裡是有3個小中樞了。那麼你就是跟蹤這個，如果說你的這個是在做日線，還有這個周線、日線、1小時這3個周期的話，那你現在就需要盯着1小時就可以了。然後1小時這裡只要能夠維持在這個最後這個中樞區間震盪，或者說甚至到這個中樞上方都是強的。但是你發現什麼時候開始走反向了，是這樣的結構的時候，那你就知道了。1小時這個左側就結束了，它開始要走什麼呢？日線上那個4的回撤了。我剛才說了，日線上這裡是可以有4的回撤的。4的回撤之後，如果說碰不到前面那個 25.65 的話，那還可以有5，对吧？你要買的位置是在這個位置，所以現在不知道你現在倉位怎樣，或者說在1小時有沒有跟。那麼這裡如果說它现在又到了下沿的位置，看它起來這一段，如果起来沒有力度，你看它这個 MACD 是往下走的，是不太好。它甚至现在是可以不起来，直接就往下去。所以如果说你的这個就從下面進來的這個倉位已經有獲利，我們看一下有多大的空間，16%，已經獲利不少了。這個位置如果說可以先減一點，防止它快速溜下來，快速往下砸的話，那可能就要去砸到這個120均了。我們看一下這個的小周期上，這有 5% 呢，對不對？所以因為它已經2個了，那麼再上去也不過就是頂到，我們看一下那是多少，從這個周線上，我們把這個周線的這個空間測一下， 7%， 就 7% 左右的一個空間，但是下面是對應了10%，這個下面大概有 5%， 上面大概有 7%， 就小周期能砸下來的話，可能到這個120均這裡可能會止跌。如果說往下砸，然後彈一下往下走，但是往上走的話，大概有 7% 左右的一個空間，就看你的倉位就是要不要應對這種 5%到7%的一個空間的一個震盪，對吧？如果說你已經從下面拿上來的，你已經盈利 10% 以上了，那這個位置完全可以減一點先。你不要把上面這 7% 了，它即使往上走的話 7%我有其他的底倉，我先減一點這個機動倉。這樣的話，因為你不知道它是要不要往下走呀，一旦往下走的話，你就減對了，對吧？所以在你盈利的時候可以搶跑一點，尤其在你賺錢的時候可以搶跑一點，我少賺一點，大不了就少賺一點而已，我不虧錢。只要我這個應對對了的話，那我回來的話又可以買了。但一旦你沒減，然後它下來了，那你就相當於坐電梯，這個是很難受的。本來你是盈利 10% 的，它一個砸下來 5% 沒了，那你這個其實是很難受的，對吧？所以在賺錢的時候可以搶跑一點，比市場快一點點，我可以先減一點，但是我不是全賣，畢竟我做這個，打個比方，你做這個是中長線買它，即使跌了再跌 50%， 你也拿得住。這種你是不怕它往下走的，所以說要敢賣敢買，尤其是長期看好的這個股票。好的，那麼的話，因為時間的關係，現在剛好到了美東時間12點了，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了，感謝大家的參與，我們周五再見。